进口中国手机最多的10个国家，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2025年，中国全年出口智能手机整机 5.7 亿部，整体同比小幅下滑，但中东、东南亚、东欧新兴市场整机出货逆势大涨。欧美发达国家受产能转移、关税影响，整机进口量普遍回落。榜单仅统计主权国家，只计算成品智能手机整机，不含屏幕、电池、主板等手机零部件。数据统一为2025全年海关实测出货量。第10名，英国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893万台，西欧小众发达国家里进口中国手机整机数量第10位。2025年进口总量893万台，同比上涨 41.7%， 是欧洲增速最快的成熟消费市场。英国无本土手机整机制造产业，市面上除苹果、三星外，安卓机型几乎全部从中国整机进口，市场消费分层清晰。伦敦、伯明翰等大城市中产主力选购小米数字系列，荣耀 Magic 折叠旗舰，单机均价高达3367元，是全球高端机型占比最高的市场之一。外来务工群体选择 Realme 入门机型走量。英国属于纯自用市场，几乎不存在转口贸易，进口手机全部供给本土民众。2025年，欧盟电子产品统一认证落地，国产折叠屏、影像旗舰通关效率大幅提升，高端整机进口量暴涨 67%。短板是本土人口体量有限，整体整机进口规模垫底前10，但单价高，利润丰厚，是国货冲击欧洲高端市场的核心试验场。第9名，俄罗斯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1260万台，东欧第一大中国手机整机进口国。2025年整机进口1260万台，同比上涨 7.6%。2022年，苹果、三星全面撤出俄罗斯零售渠道后，中国品牌快速填补全部市场空白。当前国内手机市占率稳定突破 81%， 消费偏好极具地域特色。俄罗斯冬季漫长严寒，消费者偏爱大容量电池、大屏耐寒机型。红米、itel 1000元入门机型走量最大。莫斯科、圣彼得堡高端市场，小米、Ultra、荣耀折叠屏销量逐年提升。2025年折叠整机进口同比暴涨 42%。俄罗斯全境无手机组装工厂，流通智能手机 100% 依靠中国整机进口。中俄陆路铁路通关稳定，不受海运拥堵影响，全年订单波动极小。本土 1.4 亿人口，智能机渗透率仍有提升空间，未来5年整机进口增量确定性极强。第8名，荷兰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1479万台，欧盟核心转口枢纽。2025年整机进口1479万台，鹿特丹港承担欧洲电子产品中转核心功能。本土仅1700万人口，自用消费仅占 25%， 剩余 75%。进口整机全部二次分销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北欧多国。进口机型结构两极分化，高价中高端整机小米、荣耀旗舰供给西欧发达市场，单机均价2929元。大批量 Realme、传音1000元入门机转运东欧、南欧低收入国家。荷兰本土无任何手机产业链，整机核心零部件完全依赖中国供应链。2025年，欧盟关税统一政策落地，中国手机跨境物流成本下降，全年整机进口台数小幅上涨 5.3%， 是国货手机进入西欧市场必经物流中转站，整机中转流通规模常年稳居欧洲前列。第7名，日本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2296万台，老牌电子强国，整机进口规模第7。2025年全年进口2296万台，连续10年需求稳定，无大幅波动。日本本土仅少量零部件生产，智能手机整机产能完全空白，市面安卓机型全部依赖中国进口，厂商专门针对日本定制本地化机型，适配本土运营商频段 IP68 高防水标准，紧急防灾通信系统，小米、OPPO、荣耀瓜分终端主流市场。日本消费者重视品控、轻薄机身、长期系统更新周期，国产旗舰持续抢占4万日元以上终端价位，分流索尼本土机型份额。老龄化带动大屏简易功能手机增量，叠加折叠屏需求爆发。2025年高端整机进口大幅增长，市场最大特点是需求极度刚性，经济周期波动对手机换机需求影响极小，
是国货最稳固的发达国家成熟市场。第6名，印度尼西亚，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2350万台，东南亚人口第一大国， 2.8亿人口市场。2025年整机进口2350万台，同比上涨 11.8%。印尼出台本地组装政策，低端入门机要求本土加工，但高端旗舰、完整整机仍直接从中国大批量进口。屏幕、电池、主板等核心元器件进口规模远超整机。市场分层清晰，爪哇岛、雅加达、泗水城镇中产选购 OPPO、vivo 影像终端机型，外岛、乡村下沉市场以传音、Tecno、itel 千元机为主。厂商针对印尼高温多雨环境优化散热、防水结构。中国手机在印尼智能机进口总量占比 95.58%， 几乎垄断整机供给。当前，印尼乡村智能机渗透率不足 48%， 城镇化持续提速，每年新增千万级消费人群。未来10年，整机进口增量空间巨大，是东盟内需增长核心引擎。第5名，德国，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1980万台，消费自用整机欧洲第一，欧盟经济体量、人口双第一大国。2025年整机进口1980万台，西欧纯自用消费整机数量榜首。德国无本土手机生产线，流通安卓机型全部自中国进口。小米、荣耀、双寡头占据安卓市场 65% 份额。400欧元以上高端区间，小米数字、荣耀 Magic 折叠系列持续挤压苹果、三星份额。外来务工群体大批量采购 Infinix 入门机型走量。德国人重视长续航、环保材质、5年系统安全更新，国产硬件配置、性价比优势突出。2025年车载互联、工业商用定制手机需求爆发，拉动中高端整机进口增长。欧盟严苛环保、安全认证，倒逼国产工艺持续升级。德国市场也是检验国货高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标杆市场。第4名，沙特阿拉伯，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4620万台，海湾核心消费大国。2025年整机进口4620万台，中东单一国家整机进口量断层领先。沙特全境无手机制造产业，流通智能手机 100% 依靠中国整机进口，同时辐射巴林、约旦、也门完成转口分销，转口整机约占进口总量 30%， 市场全价位无短板。高端市场，华为、小米、荣耀、折叠旗舰对标苹果、三星，占据3000里亚尔以上高端市场。终端 OPPO、vivo 覆盖城市中产，海量 itel、Tecno 入门机型供给外籍务工群体。中国手机整体市占率突破 75%。2025年沙特数字化智慧城市政务终端批量采购带动整机增量，全年进口台数小幅上涨 2.2%， 本土居民收入高，换机周期仅2年。单国整机流通规模远超绝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。第3名，阿联酋，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4695万台，中东全球集散中转港，整机进口量第3名。2025年进口整机4695万台，本土仅1000万人口，仅 30% 整机供给迪拜、阿布扎比本地居民，剩余 70% 批量转口沙特、阿曼、科威特、东非各国。进口机型价差极大，转口非洲的1000元入门单机均价仅850元，出货量占比超60%。本地高收入群体消费高端折叠旗舰，单机均价突破4000元。迪拜自贸区零关税，仓储物流配套完善，整柜手机大批量分拨整个中东、东非市场。2025年中东整体智能机出货同比增长 13%， 阿联酋作为区域物流枢纽同步受益，整机进口台数持续走高，是连接亚洲、中东、非洲手机市场的核心中转站。第2名，美国，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5280万台，传统最大单一整机进口国，受关税、产能外移影响，规模大幅下滑。2025年整机进口5280万台，同比下跌 29%， 整机台数跌至全球第2。美国市场结构分化明显，联想、摩托罗拉是出货量最高的中国系品牌，终端机型线下渠道全覆盖，小米、realme 依托线上电商稳定走量。高端折叠屏，商用定制机型无法在印度、越南代工，只能保留中国本土生产线整机出口。低端平价手机订单大量转移印度、东南亚，
但军工配套终端、工业特种手机、折叠旗舰依旧高度依赖中国整机进口。北美庞大消费底盘难以短期替代，5000多万台整机进口规模依旧稳居全球前列。第一名，越南，全年进口中国智能手机整机6120万台，不含零部件。全球进口中国手机整机台数第一名。特殊复合型市场分为本土消费加代工配套两大需求。2025年仅成品智能手机整机进口6120万台，若计入屏幕、电池、主板、镜头等配套元器件，进口规模再翻1倍。消费端，本土1亿人口 ，Realme、传音、红米千元机型线下门店全覆盖，下沉市场走量规模巨大。代工配套端，三星、苹果、越南组装工厂无法自产核心硬件，高端屏幕、主板全部从中国批量进口，中越陆路海运物流成本低廉 ，RCEP 关税优惠持续释放红利。尽管越南大力扶持本土配套产业链，但高端芯片、特种显示面板短期无法自主，每年数千万台整机稳定进口，整机进口台数断层领先全球所有主权国家，是中国手机产业链向外转移第一承接市场。